当然，日本要如何哈，不是日本能如何就能如何。其实我觉得高市他之前在国会里面的这个询答里面，其实他搞错了一个重点。为什么你说美国不挺他？因为他说他今天自己主动说，如果台海周边哈这个状态会成为日本这个生死存亡重要之境，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美日安保启动与否不是你日本主动，是我美国主动啊。但是你高市这样讲，等于你要拖着我美国下水。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川普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表态，是应该是我拖你下水，是变成你拖我下水。明明是应该狗咬尾巴，变成尾巴咬狗，这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川普到现在没有动。最受人瞩目的川普，他始终是保持沉默的。白宫先这个也是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啊，他说目前美国就是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跟日本是维持同盟关系，但是不介入中日之间的争端。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暗示说门罗主义回归。这是一种暗示吗？好，另一方面呢，川普也多次公开表示说要改善美中关系。毕竟我们都知道，明年大概约是在4月左右哈，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要见习近平，为美中贸易战还有关税要打好谈判基础。所以怎么解读美国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异常的低调啊？从11月7号这个中日争议开始之后，那川普真的是没有直接对这件事情说话，也没有直接表态，非常听日本，我听高市早苗。那是不是因为他明年要访中，或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因为贸易谈判还没完全完整，或者其他的考量，其实都算在内了。那川普，我猜他认为，嘿，我10月28号刚好在东京跟高市早苗。我也没有交代你这样做，然后我过2天在南韩跟习近平见面，那我离开亚太地区过了10天就产生这个争议，而且我正在忙处理俄乌战争，然后你脱稿演出，他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在俄乌战争方面，然后最近另外国内议题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医疗费用啊，或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所以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的态度目前是，我没有要求你这样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第1年的时候也是访问中国，对不对？习近平也访问美国，那个时候跟中国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模式，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讨论贸易等等。但是进入他第2年，2018年，然后贸易战就开始，然后各式各样。应对中国的政策都有，而且有拉进来日本、台湾其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假设明年中美关系恶化的话，那后续到时候川普会鼓励日本这样做。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看这件事情不是不听日本，不是不听日本，但是他真的是觉得，我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明年4月的访中之行嘛，是吗？我是觉得川普真的是看整体的情况，那你觉得特别针对访问中，你觉得门罗主义会回归吗？的确是有，就是这个川普各式各样的动作，从他一上任开始说巴拿马运河要还给美国，或者最近派美军进入加勒比海等等，那很明显各式各样的动作，真的这个 Monroe Doctrine 是回来，但是现在不是叫做 Monroe， 是叫做 Donroe， 因为 Donald Trump， 所以 Monroe Doctrine 是换成 Donroe Doctrine， 变成是川普。门罗这样的啊 ，OK 好，庞纳主义，门普或者是川罗类似这样子啊。好，那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态势的，其实美国是居于第2线的，在第1线的是谁呢？就是日本哈。日本在距离台湾非常近110公里的这个与那国岛部署飞弹啊，说要把周边打造成一个飞弹群岛。《华尔街日报》也披露说，大陆解放军犯台的第1阶段呢是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飞弹群岛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大陆的东风17、东风26这种1000公里起跳、锁定时间非常短的高速武器。另外，最近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是在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海域呢，也是不平静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中日这次的战机的遭遇哈，很特别的是这次不是在第一岛链内。而是在第一岛链外啊，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请教，孝伟兄你怎么看？因为这是第一次啊，
好，因为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辽宁号它穿越了这个石垣宫古水域以后，对不对？它其实相对来讲，它跟上次的航线相比，它比较向日本本土靠近，然后它在距离就是在那个经过石垣宫古水域，然后在那个差不多奄美大岛南边那一大片的那个菲律宾海中啊，它其实选择了一个离日本本土大约400公里的地方啊进行演习。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航空母舰战斗群或打击群，它要进行攻击发起的时候，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4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共军在那边演习，辽宁号在那边演习，他就告诉了日本，我现在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这边，我可以打到你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他这的确也是这个对日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军事表态。那但是表态以后呢，其实今天日方在这一方面基本上面来讲，当然日本要如何不是日本能如何就能如何。其实我觉得高市他之前在国会里面的这个询答里面，其实他搞错了一个重点。为什么你说美国不挺他？因为他说他今天自己主动说，如果他那个台海周边这个状态会成为日本这个生死存亡重要之境，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美日安保启动与否不是你日本主动，是我美国主动啊。但是你高市这样讲，等于你要拖着我美国下水。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川普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表态，是应该是我拖你下水，是变成你拖我下水。明明是应该狗咬尾巴，变成尾巴咬狗，我这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川普到现在没有动作。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意思就是，今天过去日本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算是它的在周边在一个防务的这样一个计划下，它也的确在包含像石垣宫古，还有像与那国岛等等部署了长射程的这种所谓的反舰飞弹。那这些反舰飞弹它的射程的确是可以有效封锁我们刚刚讲石垣宫古水域或甚至于与那国水域。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美国介入之后，到底要不要日本自卫队到底要提供美国到什么程度？这才是关键。你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飞弹群岛，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它会不会也相对让日本变成了第一波可能被攻击的目标？好，如果说今天我刚刚讲，如果今天那个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让驻日美军没有涉入，那同样驻日美军没有涉入，日本自卫队就更不会涉入。那这个时候他们本身是会相安无事，变成一个稳定状态。但是，一旦如果说今天驻日美军也就是美国决定要涉入两岸之间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日本的确就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当然，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它在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弹道飞弹上面来讲，它的这个那个资源很多，像东风17、东风26这个东西其实很现实的是，爱国者是拦不住的。其实我们从这次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还有包含以色列跟这个也门的这个冲突过程中，很明显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高超音速飞弹现有的那个地对空的弹道飞弹拦截系统是拦不住的，已经告诉你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未来我们刚刚讲的，你说未来就是说两岸发生冲突，日本要不要介入？其实它是被动，是决定在美国。那如果美国决定介入，那当然日本这些岛屿也会被攻击。但同样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也很难那么顺心如意能够跑进这个菲律宾海，这也是关键。那当然你说中国海警为什么最近常在钓鱼岛周边进行这样一个巡航常态性的常态巡航，它就要营造这样一个所谓的执法态势，也就是要让它在这个区域的存在成为一个现实，而且呢，甚至于就是因为北京方面对于这个钓鱼台划归给行政权给日本，它至今是不承认跟接受，所以它就要借由这样一个行政权跟管辖权，特别重点是管辖权或者说治理权的这样一个逐渐的行使，要强调那个钓鱼台是属于北京的领土。歼10对上了日本的 F-15这个照射雷达就是用射控雷达这个事件呢，这几天呢在中日两国之间闹的是不可开交，而且这个气氛有越来越往上升的态势。北京方面强调是警示性的照射，而且甚至公布了这个对话的录音证据说东京在说谎根本就是彼此之间已经打过照会了。但东京方面呢，则是持续指控这是敌对行为，双方可以说是你来我往，这个言辞越飙越激烈。而中国大陆学者刘江勇甚至警告，他说呢，现在的情势跟当年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事件越滚越大的时候呢，把一个更加敏感的军事秘辛给曝光也就是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竟然远胜日本的 F-15。那么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的透露他们说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达到170公里，而日本的 F-15呢才只有100公里左右，差了大概70公里左右这个远远落后于 J-15。换句话说，就是在未来呢，如果在空中战机对上战机谁先看到谁就能够先开火，这种超视距战的时代，如果真的
在空中爆发空战的话，那日本可能会完全处于劣势。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日本对不起，是大陆的网友哈，他们特别还做了一张图啊。当然这不是歼15，而是歼20。我们可以看到，光歼20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它的这个雷达最远的这个距离啊，跟各国的军机比较了一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在视距以外的，就是未来在空战的时候呢，其实战机跟战机之间呢。现在的科技已经进一步到是你不需要看到敌方的战机，也许在视距外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射控雷达呢锁定对方，而且进行攻击。不过现在为了这个视控雷达的锁定这件事情呢，中日双方现在可以说是各说各话，而且也听到了像是日本的防长这个小泉进次郎啊，甚至还说这是非常野蛮的行为啊。但是我们就从小泉最近的发言来看，马老师怎么解读？因为现在双方看起来是互不相让，怎么解读？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高市他的这个发言的这个事件之后，到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收场，就是说两边大概要缓和很难。那如果缓和很难，你就可以大概发现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施压，一方面一定是经济，那再一方面他一定要让日本觉得有压迫感，这个压迫感从军事上是特别容易产生，所以中国大陆就有陆续的军演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火控雷达这个照射事件呢，它主要是辽宁号选在一个离日本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演习，然后就中方的认知，他认为我已经告诉日舰说我们会在这边演习，发布一个演习区，那也就是说在我演习的过程你是不应该进来的。可是对日方来讲，不知道是收到还是没有解读清晰，那他的军舰就觉得，他的这个飞机就觉得说我在我平常作业的区域里面活动，然后没想到闯入了辽宁号这个演习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就被歼15这个用火控雷达来锁定那这个举动当然是非常的不友善啦，就是说即使他闯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驱离，但是你还是选择用这种比较强硬的方式，那就表示他也想透露某一种的讯息，所以就给你压迫感。没错，就是要给日方压迫。我认为这一次的中方这个举措是确实是想给日方压迫。那日方可能也闯进他的这个演习区域也没有错，所以双方会各执一词。不过这里面其实暴露了就是日军在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他们空军上面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个 F-15是1972年的产物，1972年最早生产。那现在日本所用的型号是 F-15J， 是比较新一点，但是它其实服役也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在这上面的这个 BVR 就是超视距作战的这个雷达，其实是比较旧一点，这个是确实的事情。那实际上的作战是这个歼15它出来，它有它的母舰上面的雷达系统，然后再配上这个它的彼此之间通讯链，再加上飞机本身的雷达系统，所以它是一个立体作战，所以它可以照射到的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对，那相反的，理论上，这个日方所用的是 C4ISR， 就是它跟美国整合出来一个雷达系统，它是立体性质的。但是如果这个性质的雷达是开着，然后它 pass 给F-15上面的飞行员，其实它的飞机能够照射范围应该会不见得会像报道的这么短。这个军事专业，我请教一下孝伟兄哦。我们刚刚特别在私下里聊天哈，就是说射控雷达，因为大陆方面讲说是火控雷达，但是称法不一样。可是这个飞机跟飞机，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未来的空战可能不是真的要看到敌机我才行动的，我觉得在视距之外的哈。那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用射控雷达来锁定吗？好，应该这样说了，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那个雷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况。像以这个战机上面来说的话，战机的这种雷达，它通常它也是可以做一个广域扫描，然后另外，如果当它把那个特定的目标锁定以后，它就要对一个这个它要预备或是它认为是敌视的这样的目标，它进行一个所谓叫连续波照射。那像以歼15战机来说，它上面装饰这种主动相位那个阵列雷达 ISA 的话，它那个雷达上面就会分成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区块，然后每一个区块它都有发射接收的功能，所以就是说它透过那样一个广域的搜索，等于说它今天把每一个那个模组它都调整成搜索，它就打一个电波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只要碰到东西，那这个时候那个被碰到就是那个反射回来，还会反射，然后另外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时候它就要看IFF，也就是所谓敌我识别天线，那架飞机的敌我识别天线有没有
作用，就说我告诉你我是谁，那当然你收到这个部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判别你今天打到的人是敌是友，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你的系统里面就会告诉你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就一片这个那个在雷达显示幕上就很忙碌。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以现在空战来讲，通常就会我刚刚讲这种过程，其实预警机就要帮你做好了。然后也就是说，预警机在空中要做，就是先其侦测，然后去看谁有敌意，然后谁可能会威胁你。这个时候呢，它就要让战机本身呢具备这个好就要你比如说 A 打 A， 然后 A 打 B， 或是 B 打 A，B 打 B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已经预定好了。那这时候要预定的时候呢，那你说以战机来说，如果像以日本它目前的这个F-15J 这个战机，因为其实它本身非常老，所以它不具备那种所谓的 A 射 B 导的功能。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让它自己的雷达这个调向那架飞机，然后去锁定。然后这个时候锁定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连续波，等于说我就那个电波就一直要朝着你照，你怎么动，然后什么我的电波都跟着你跑。那同样的，像歼15也是啊。如果说我今天要锁定你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飞机怎么跑，我就要我刚刚讲每一个单元上一个小的这个单元就要一直用这个雷达波追着你走。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日方就是在陆方跟日方他们这次说，陆方第一他们说我这个已经事先宣布了我的演习区域你不可以进来。其实，在国际上，如果你在国际公海是没有人会理会啦。也就是说，因为你看像比如环太平洋演习，美军在那边演训，中国大陆的这个天王星也跑进来啊。那你说，你这个天王星我已经在这边演训，你怎么可以过来？我把你先知会了还是进来？对，还是进来。他所以这个基本上在国际上来说我宣布我在地方划这演习区，你就不可以进来。这个在国际公海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但是中方来说，你进来没关系，你要进来我已经先知会了你进来。可是你进来我锁定你，我也没错啊。其实也没错，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说是双方在这个地方就是相互表示那个互相不友善。美国川普政府在12月4号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缩写呢是 NSS。在台海的方面呢，这个内容当中重申了美国不支持任何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必须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能力，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行动。但是呢，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叫费瑞安，他提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呢，川普用了不支持这个字对照先前他的前一任就是拜登所用的是反对，但是代表的是明显的降级了。那这也是政策漂移最明显的证据。而这种降级之后的表述呢，也将会成为美中之间未来谈判的新基准。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在参加 APEC 的时候已经说了明年2026年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也没有提到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等等，把相关的承诺从美国政府制式化的战略框架中给移除了。那这是费瑞安的分析。大使怎么看这个分析？还有目前我们从川普的角度来看，美方现在要营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当然是营造一个比较缓和的、跟友善一点的，因为美国明年的政治议程相当的敏感，也相当的重要。对川普来讲是相当重要。明年这个年底有这个期中选举，然后现在手上还有几个案子比如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这些。联邦参议员或者一些出缺的改选所以美国明年又很快进入一种选举的气氛。那还有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明年的状况还是比较不可测，那还有很多外部的因素，所以川普基本上需要有一些好的消息。那这些好的消息就譬如说什么，对这些产业界来讲说，你们放心，稀土我跟习近平主席搞得定。你们放心，不会断货。那对于他中西部铁票区的这些农业选票，那可以说你们放心这一次习近平主席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的大豆。对，你们那个不必再修谷仓了你们放心。你知道后面还有好几船呢，还有好多船，你们放心。先开支票再讲嘛。先放支票，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关关税的部分呢，跟中国大陆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也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所以明年川普对中国大陆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希望休兵1年的一个情况。这是贝森特事实上在上个月11月25号、11月23号川习通电话，
25号贝森特上电视接受访问，他的这个他的说法营造一个气氛，就是说明年大家不要放心，美中关系是休战，而且呢，美中关系现在是由双方的元首来引领方向。对，那明年习近平跟这个主席跟川普呢会见面4次，这4次的场合，一次是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做国事访问，下一次就是明年的适当时期，习近平要到美国做这个国事访问，因为美国明年是这个 G20 的轮值主席国，那他有一个高峰会，他们也认为习近平会来，那明年又是 APEC 这个中国大陆做这个轮值主席国，所以川普有兴趣去中国深圳去参加这次 APEC 的峰会，他说明年就4次，对。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个元首之间能够正常的见面来交换意见的话，这个关系就是稳定的。不过他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要稳定这个关系。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现在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之前有很多传闻，美国的媒体报道就说贝森特亲自干涉，而且他是希望在有关涉及中国大陆的部分呢，措辞要比较温和，就因为他的坚持，这件事情停了。这个国安安全报告停了，慢了两三个礼拜才出来。那我认为，其实贝森特他今天能够就是说坐那个位置坐那么稳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在川普下面做事，你自己意见很多的话，你老早被干掉了。而且大使，你刚刚提到贝森特是讲4次嘛，他就说数了一下，明年4次，那第一次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明年的4月份嘛。万一第一次就出现变数的话，哇，那面子挂不住哈。所以现在是不是说都是以见面为先？来，最了解川普的人之一的 Ross。川普去参加深圳 APEC 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我觉得不大。你觉得不大？因为如果他4月份去中国的话，第2次去中国，我是觉得对他来说，这样我是太给习近平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也不希望外访了。虽然他已经答应了，他明年4月份会去中国，但是一年去亚洲2次。难，而且去中国2次，真的，我真的觉得是他不太想，而且他也要考虑到呢，因为那个东亚高峰会，他今年去吉隆坡参加，那如果他明年一样要去，明年是在 Manila 对不对？因为 Manila 是东协的2026年的主席国了，那他要考虑到要不要去 Manila， 那如果他去 Manila 参加那个高峰会的话，又去深圳的，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而且要看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是如何。对，好，你说的是年底的事情，我说是2026哈，起码4月一定也得建成嘛，对不对？所以除非在将来几个月有变数。你觉得什么变数？军购案，如果川普真的答应台湾很大规模的军购案，那或许会让中国很不满。那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话，也是要看是包含哪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是美国已经买的系统多买1几枚飞弹之类的，那或许中国是可以接受。军购还有呢？其实中日会不会有影响？应该不会吧？不会。我们虽然很多人说华尔街报的这个蔡老师才是专家，很多人说华尔街是骗人的，没有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从川普先跟习近平，后跟高市早苗通话之后，高市早苗的说法真的有改变，他很明显要把这件事情讲稳。你觉得高市早苗最近的一些做法，确实希望能够缓和下来，对不对？是川普希望缓和，高市早苗就配合川普了。所以你刚高市早苗配合川普，你刚问我中日关系会不会造成变数？我觉得不会，因为只要川普说，不要闹事，那高市早苗就会说，好，总统不会，这个已经很明显，好不好？但是有另外一个变数，虽然最近很多人是没有讨论到，因为川普也没有直接提，但是我不能排除，因为过去有产生问题，那就是宗教自由人权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国有抓几个基督徒啊，
那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其实川普有受到很多共和党压力，不管是国会议员或外围组织、智库、美国宗教机构等等。那另外就是这个李志颖的，就是香港啊，他的案子快结束，然后快会宣判了。其实他在美国保守派那边有很多人在支持他，已经很多次向白宫。是啊，说你要为这件事情，你要直接跟习近平说要释放这个人啊。所以如果宣判，比如说判他要坐牢多久，那或许美国会说话一样也会造成。所以我不排除人权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了。好，我问中日是因为现在这个风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似乎。这个平息有缓和，但是没有完全的停息哈。那地缘战略上，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说，美国最新版的这个 NSS 啊，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说呢，美方要在第一岛链，他们说要打造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的军力。文件当中也直言说，美国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啊，所以他要求盟国必须要加强集体防卫，并且投入更高额度的军费，要求在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南韩。提出他们的提高他们的军事支出，增强自身战力，同时扩大提供美军基地还有港口的使用权来增加嚇阻能力。日本方面当然免不了得提到还没有平息的中日关系啊。现在呢，日本这边是决定要收紧一项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哈，因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呢有相关人士透露说，日本政府考虑把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所需要的时间，从现在的5年以上调整为10年以上。好，那在中国大陆的移民这边啊，就是说日本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到底有多少人呢？到2024年年底为止，最新的数据是已经接近或超过90万人左右。目前呢，中国人中国民众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社群啊，当中有留学生啦、技术人员啦，还有经营者，还有呢寻求永住权的这些多元的族群。那蔡老师，所以日本在制定刚刚讲，他们要把时间再多5年啊，他们在制定外国人政策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权衡取舍？因为我相信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的移民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吗？中国大陆去日本的话，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移民这2个字的话，对他们来讲定义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对我们而言，移民的话，等于是你可以把你的家人全部都带过去。但是中国人在大陆的话，90万人是包括我们讲的永住权、留学生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是90万人。但是他们也认为应该是一个对等的。为什么？日本人并不大喜欢去中国大陆了。我们用一个最新的 data， 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日本人不到10万人，只有9万多人，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是喜欢去的？第二个的话，一个他们叫做规划，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移民，等于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国籍，进入到日本的这一种国籍。过去他们认为这个是5年，可是你要拿到永住权的是10年。为什么移民就是我们讲的拿到那种国籍是5年，然后他这个是10年？那过去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因为人口下降，他希望说有一些好的外国人能够来的。那这个来的话，他们现在的大臣叫做小野田纪美大臣，他的名字叫做和国人、外国人有秩序的共生社会，他希望去创造这个。可是他们并不是说要去排除外国人，他也不希望说让人家感觉你们就是讨厌外国人，他不希望这，他希望说你如果是好的外国人，然后你也愿意在我们这边也住了很久，而不会说你拿到我们的一个国籍，竟然不会讲日文，你们讲的都是中文，就是在中国人圈里面去混，所以他希望说将来你们能够真的是喜欢我们这个国家，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们去排除你们，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点。OK， 因为我会问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日本我们都知道它的人力结构，其实台湾也一样了哈，就是说整个到金字塔型的，它人力它缺工的问题，还包括说它的长照，很多其实也都必须要靠外来的一些，不管是移民也好，或者是在这边短期的居住，或甚至是索取常住权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中籍的或者是其他外籍的人士哈。那最近因为中日的风波，其实也祭出了这个旅游的管制。那所以呢，对于目前旅游业的冲击，您的了解是如何？对日本这边旅游业的话，它应该说是针对哪一种旅游业？因为冲击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大都市的。
那大都市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陆客嘛，陆客的话，如果是团体去的话，因为他们不是说常去日本，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去之后，你会从大都市后来到乡下。那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去，就会锁定在大阪啊、东京那个大阪、东京啊、京都这种大的，所以对于这个比较大的都市的饭店，饭店的话冲击会有。第二个的话会锁定在高级的百货公司。为什么高级百货公司？原因就是我们知道陆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句话，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啊，喜欢全部都包走。他们的买东西很喜欢，而且他们知道去那边可以买到很好，就是很大户啊，对，就大户。所以这个是高级百货公司会冲击到。可是如果说从比较小的话，冲击就比较没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陆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一条龙的服务啊。从你的飞机搭上来之后，然后搭上巴士，然后进入到那个大陆人他们经营的商店去买东西，所以你人不来之后的话，也会杀伤到。所以他们会去观察。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因为现在是淡季，春节我们知道陆客就往外跑，卖那个量会很多。过年嘛，过年那个会不会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冲击的是团体客。很多陆客是像个人，因为他们去很多了，他们知道个人去，只是说他们现在个人去的话都比较低调，不敢 po 上网，拍了照不 po 上网，不告诉人，采访的话都是必须要脸，就这样。所以你要分析是团体客还是个人客。而且现在看是后续的这个效应哈，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那刚刚特别提到，在这个美国的 NSS 其实不只是东亚这边或亚洲这边很关心以外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呢。这个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尖锐地批评了欧洲领导人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指的就是川普了哈。那也呼吁停止北约扩张这样子事情。那就分析说呢，这份文件凸显了美国跟欧洲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因为做法像是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欧洲内部政策的批评，还有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和平努力，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这也让很多的欧洲领导人担心，会不会让乌克兰被出卖了？最近这法国、德国、英国3大国的元首呢就秘密会议，德国总理梅尔茨还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被美国耍了吗？这个可以从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尤其是副总统，还有国务卿，最近几年常常批评欧洲，尤其是美国的这些传统的盟友国家，尤其批评的就是在很多，比如说 DEI 环保、气候变迁相关政策。那乌克兰方面也是一个批评点美国很多这些右派政治人物是认为，为什么一直要打？唯一解决方案是要说服或逼乌克兰接受部分的领土会继续由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批评点，就是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还有这个 NSS 怎么分析、怎么批评欧洲。但是我不得不说，同时很多欧洲人从早就说川普会放弃北约等等，其实也是没有。虽然批评的确是有，而且是你觉得不会？就是批评是非常非常直接，甚至欧洲人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非常不礼貌，一点外交的概念或对盟友的概念完全是没有。但是同时，川普或他的国防团队虽然一直要北约国家提升国防预算，但是川普也没有直接说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我放弃了，也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梅尔是这样讲说，我们都被耍，也就是说到头来最后乌克兰还是被出卖，最后被卖了嘛。但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会担心，就是万一到时候俄罗斯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你觉得在这个时候短期之内，欧洲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吗？简单回答就好。我觉得川普，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对北约的承诺，甚至像他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俄乌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川普也是答应一些美国的部署，就是施里是可以调到波兰那边了，他也是公开是承诺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放弃北约，当然是也有批评欧洲，各式各样的批评，很多不管是移民、言论自由等等，一定会继续批评还是有，但是呢，万一欧洲以后有危险的时候，美国还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是觉得目前是。一直到川普正式说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他也不会。那这个真的是会像是常常听到一句话 "wait and see" 嘛，哈。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他们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还有情报的报告，他们说呢，中国大陆呢正在东亚的海域部署大量的海军舰艇以及海警船，最多一度呢这个数量超过了100艘的船只啊，是北京最近以来。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呢，看到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船舰集结的范围涵盖了黄海，还有南部的海域，包括像是东海啊、南海啊，及北太平洋啊，就整个太平洋的海域的。但更奇特的就是说呢，这次解放军呢并没有正式宣布任何的大型演习计划，所以呢，现在看到在不同的海域都部署了大量的这个船只啊。那其中还看到有航母打击群，但我们知道，其实航母打击群一般的配置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然后再加上旁边的导弹巡洋舰啊、驱逐舰，还有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是水上也好，水下也好，它是一整个舰队群。另外当然就是补给舰啊，所以大概怎么样这个规模，一个航母群就是10艘，差不多是一个标配。可是这次大举的出动跟集结啊。想问庆姐怎么看这个战略意涵？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啊，张宁老师也很熟，就是以美国的概念呢，它是要远方投射武力的，所以它整个航母打击群的配置，我们的理解里面都是那种前面有核潜艇，然后后面中间有巡洋舰、护卫舰，最后有油电的还有弹的补给，它是这么一个远远的，就你出去以后可以替代基地的功能，因为海军是个基地军种。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航母打击群，它会非常非常的灵活，因为它很多地方呢都是十分近岸的啊。另外呢，还有像076啊、055啊这些单独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舰队群，5、6艘出去，它就有非常庞大的打击能力。因为现在他们有代差。现在无论是武器，或者是它的续航力，或者是它整个的作战的方式，都跟我们传统看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太一样啊。所以首先说这个，那如果我们看最近所发生的行动呢，其实还不完全是最近，从5、6月开始就有很多的行动，尤其是日本，它发布了很多，就是中国大陆在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各种行动，像我刚才所举的辽宁号跟山东号呢，分别的穿过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啊，就是由日本所发布的。但是在11月7号之后呢，你还会发现，它不但是传统时常走来走去的那些国际水道在走，它11月7号之后第一个先过的就是大屿，就是从宁波出来进入西太平洋最近的一个海峡。那么另外呢，常常走来走去的宫古海峡，或者是其他的这一类，都是我们在美军它所布局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美军的布局包含了在琉球跟仙岛诸岛这一部分的布局，大概有70%的美军，但是在日本的本岛部分呢，还有非常庞大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都有。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它很容易的穿过了第一岛链的这些原先给它的局限，也是最近我再提一次，12月5号美国的 NSS 里面所希望重建的一条界限啊。可是中国大陆很轻易的通过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重新去想，万一在西太平洋有战争的状态的话，它会是个什么形式，并且。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美军的船舰时常在我们周边走来走去，它也没有发布演习，它只要去符合了在海上航行的各种规则，包含了国际法里面、海洋法里面你的领海领土的规则、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或者是 ADIZ 的规则的话，它只要符合这些规则，难道不可以自由航行吗？所以西方如果说没有说演习，那么显然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看解放军的行动。但是解放军虽然没有宣布是演习，它有没有军事亮剑的意味呢？当然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个亮剑就是要让美国跟日本要仔细去思考，
美日安保中间，如果日本介入了跟中国大陆剧烈的军事冲突，美国是不是有防卫的义务？那美国如果加入战局的时候，从琉球这一带一路到台湾，这整条线上，美国也要想一想他在这里的军事部署。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要问一问，台湾有事到底是对谁有利？目前看到12月5号的 NSS 来讲呢，是美国很希望在亚洲有一个力量能够继续的我们不要用那么激烈的词啊，就是继续让中国大陆留在某一个区域里头。好，那这是一个最和缓的词了。那但是这个计划里面，在日本高市的作为，包含要突破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突破非核3原则等等等等呢，有没有默许、默认，甚至某一种私下的鼓励？那如果有的话，中国大陆现在的上百艘的船舰在刘公岛的演习呢，就是让美国也重新想一想。若是你真的继续的默许、默认，甚至某种程度的鼓励的话，那么当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事？对，记者提醒得很好，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2次了哈，就是台湾有事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哦，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当然，刚刚讲到说，其实大家都在划线。可是，如果按照同一标准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常知道哈，就是说航母的这个打击群啊，请教这个靖哥，中方的航母打击群当然就是参考美方的，但是您觉得在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这个编制啊，或者说在每一次，包括这一次特别大举的出动哈，它相同跟不同的地方，特别你有观察出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我要浇一个冷水，我觉得大家被一个别太紧张。不是，我们被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就是政治操作新闻给误导。这个12月4号这个就是5点5分的下午这个下午3点5分，自由时报抢先报道路透独家，然后有100艘船什么什么这个大举出动。路透社呢到这个3点11分才贴出来。你知道，《自由时报》的翻译版比路透社的原版还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出口转内销，而且讲的4个情报的来源永远就是匿名，这个是标准的，就是说配合绿营去营造声势的这种叫做这个操作手法。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假如有这么多的船出来这个运作，基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涉及演训的通报吧，没有任何这个飞航的安全的通报吧，对不对？所有这些这个就是船讲了说是从北到南，他们其实都很靠近港口所以呢，我们呢就去这个仔细去查一查大陆上相关的这个网络以及新闻报道，我们很快都注意到，事实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岁末冬操就是岁末的时候，它有一个冬操叫什么？叫做压力测试。它最主要呢不是操那个船，那个船出来3天在近海那边做操演，也不会做很困难的科目。对这些航母战斗群也是在周边活动，也不会走很远。但是呢，它3天之后回到港里。这时候真正好戏要上演了。为什么？因为所有船都要加油、加水、加菜、挂弹、上弹，然后呢有这个驳船要用这个吊杆船去吊放精准的武器，去一个一个那个就垂直发射系统，有战略核潜舰要回来要装那个核导弹，然后呢前面的鱼雷还要有这些。那个码头上川流不息跑的运弹的卡车，然后运水车、运菜车，光是一个鱼林军港或者三亚基地那个地方对外采购的那个地方，那个几乎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我就讲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完全的媒体操作，就是在那边制造恐慌而已。它就是例行性的演练了，而且对，这个是行之有年的。对。而不过这一次看到说，在这个外电的报道上面说他从空中拍下来那个空照，说什么卫星的空照非常清楚的显示整个舰队的这个航行的路线，还包括抄得很清楚那我们要说的是说科技层面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提到了这个卫星最近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从卫星、火箭什么太空探测一直到这个太空资料中心，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绝对是跟科技有关，它一定是以科技作为底那太空领域特别提到了太空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
在晶片设计跟制造上面，它有特别跟一般我们所知道，就现在已经讲到说高科技的晶片啊，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讲了好几个月的那种高速运算晶片，这次我们终于来讲一点不一样的晶片。那其实，在晶片上，现在基本上还是以那个 silicon 当做 base， 然后做非常多的元件。对，一系。是。那目前来说，还是说不同的使用温度上，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基板去做一些扩充。那我们先简单来说，在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它跟最本质上跟我们现在要做的高速运算晶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要的不是最先进的制程，它要的不是多快的算力，它要的是我10年、15年、20年我放在那里，我不需要去动它，我要非常的稳定。其次是呢，这个晶片能够抵抗来自太空的一些额外的辐射或者一些影响，然后去持续维持它的稳定性，这是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设计上的最首要的一个要求。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材料科技哈，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像我机械工程系学到就是跟您一样哈，学到就是做材料的，比如说耐热、延展。特别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在太空上面使用这个晶片，它必须要耐久啊，不然的话，万一故障的话。你光修不是像一般在地球一样。这个超级跑车，你到西藏高原还是犁牛拉货可靠啊？还是得务实的。还是牦牛拉货才可靠？我另外一个问题啊，念错字了。郝老师，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未来就是低轨卫星会越来越普及，哈，就是针对低轨卫星网络上面的可靠运算，还有庞大的需求。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您所知道哪些企业已经在研发，甚至是开当中可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哪些企业是其中佼佼者？这个正刚好这个是我的专长之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回来讲讲低轨卫星的网络可靠运算这边重要的部分在于说，未来整个在不管是我想这个张哥可能更加熟悉，在不管是任何通讯啊协作上，你能够更快更安定的达到别人的预期跟需求，这就是一个信息上的战争。你如果可以在这边取得领先，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效果。所以即便我不知道现在谁是佼佼者，但是我认为呢，太空科技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它不是太空科技不是只有我把一个火箭射上去就结束的事情，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公司它占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它并不是只有某家公司可以把这个做好，它是需要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跟产业体系去把工作完成的。所以不管现在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双方在这个卫星科技上面，尤其太空科技上面不断在竞争。当然，这个卫星有民用的，也有很多是军用的哈。但是黄老师刚才告诉我们，军用也好，民用也好，特别是军用，万一故障在太空要修很困难。所以呢，耐用的材料才是关键。那川普呢？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但顺序上呢却是先习后高，也就是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这个先后顺序也起人疑窦，引发讨论。高市早苗在月初他说了一句，这一番言论呢，就是日本可能会介入台湾有事这番言论，到现在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的停息，也点燃了中日这个外交的火药库啊。像中方就强烈反弹，包括现在也看到日本内部也在出现了一团混乱。那在这个敏感点呢，川习两人的热线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这个顺序上为什么是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并不是马上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各方的解读都有，像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这位学者他就指出，他说过去中国大陆呢都会是暗示是美国打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显然显示是中国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才打给川普。然后日本的舆论呢，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就代表中国怕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刚刚讲的这些解读全被打脸，被谁打呢？被美国的财长 Bessent， 因为他出面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先请教一下马老师，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顺序很重要怎么看川习热线、川高热线这当中的猫腻？
是，我想这个如果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先开价的一定是弱势哦，因为你开价之后，你的价就容易被人家往下杀。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美中之间大家会这么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两个是大国。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它到底是谁低头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比较不准啦，因为他们今年在9月19已经通过话，然后10月30号两边都碰面了，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那谁先打，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重要啦，重要的是他们打的这个过程面谈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谁先打的问题上，媒体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在事后的发布会上谈了什么，我觉得比较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表示这个国家现在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数据上也许没有这么重要，像您的分析啊，但是您刚刚讲说内容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媒体也报道出来的，可能都是看到是表面的内容哈，有些还可能没有讲的。是，你觉得哪些没有讲的？我想这个在美中过去的谈判都一样，它的路径就是这样。他们谈完以后，绝对不会一起开记者会，绝对不会一起发布共同的这个公告，各自发表，但是会各自发表。然后每一次各自发表，你去比对，看起来两边谈的重点都不一样，基本上对不太起来。那这一次我觉得美方可能真的在乎的是乌俄战争的28点嘛，就是川普提的，然后他希望中方能够在乌俄战争停火上面能够做一些协助。那贸易战一下子要采购大豆，一下不采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还要对表一下，所以美方大概在乎的就是主要是这2点，然后也包含芬太尼等等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急切感好像没有这么急切，因为刚才在30号谈完哦，我觉得反而是新华社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在战后这个国际法体系里面是属于中国，这件事情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 AIT 先前抛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台湾地位真的未定，在2战之后台湾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体系，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要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状态就不存在哦。那这个会对于现在的一中原则，而中国是这个主权是涵盖台湾的这个论述会被瓦解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谈的这个立论来讲，它一个是回应 AIT 过去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2758号决议案里面不包含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这些，因为这东西发酵下去，它在不光是美国的盟国，它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的，深入来分析一下，是说高市这番言论，就是特别拿出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来讲哈。这不讲还好，一讲呢更加炸锅哈。但也看到了说，川习两人在热线通话以后，大陆方面是先买了10船大豆，表示谈的还可以 ，Russ。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双方贸易谈判可以继续顺利进行。这个川普从1月底上来一年以来，他都一直提到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达到贸易协定，虽然有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了，但是他还继续保持跟中方的这个沟通，双边的贸易。他最在意的就是贸易嘛，受到影响就不好。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在乎贸易。这个不等同美国不会批准军售给台湾，甚至赖总统以后。过境美国了，对，因为美国应该还是会答应这两件事情给台湾了。但是在整个环境之下，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话，那很明显，川普希望在这个时候，美国跟中国可以继续谈贸易方面的细节，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多买美国的东西。好，那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在高市发表那番言论以后呢，其实呢有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先不做任何的动作啊，那顶多呢，最后是由这个国务院，就先前我们看到稍微表个态。可是这次呢，幕僚就建议，我想应该是川普跟幕僚啊一起决定，但川普最后是做决定的啊，他主动打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先喊价的就是先矮了一截啦，不是吗？当然希望川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降温了。很明显了。如果他希望可以升温的话，
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会发文说我支持日本啊，因为中国怎么会对我们盟友这样子？那川普没有。所以他的动作很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过1天、2天、1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川普没有出来很直接说日本是对的，中国是错的，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大堆政治人物 KOL 都在网络说台日关系怎么样，都是日本水产，都赴日本旅游等等。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结果应该会是什么，所以现在都反应得太快了。对不对？不觉得吗 ？OK， 那我问你哈，川习热线完以后，刚刚说川普后来又打给了高市早苗嘛？好，那当然这个通话没多久之后呢，跟高市的通话，来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呢，川普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他跟高市早苗在这通电话当中他讲了什么？当然现在也是各说各话哈，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说呢，川普确实啊是希望高市不要再刺激北京，但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呢，他们是说。不好评论这个外交互动，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脱。后来被一再追问下，又改口说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被施压哦。但是日本官方长官呢，只是否认内容。可是大家也看到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高市最近的一些动作哈，一些转折哈，反而让大家觉得真的没有吗？首先，很多人批评华尔街这个日报，很多人说这个记者是亲中，他是描述匿名人士等等，而且日本或这发言人最后出来说是没有这件回事，日本政府否认，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川普应该是不会像高市早苗说你一定要收回，当然不可能那么直接嘛，不可能。但是同时，如果川普说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讲文啊？那谁不相信川普有可能相信，日本也没有否认川普说请你在这个时候讲完，日本没有否认川普有这样说，所以或许日本没有或许日本是对的，但是或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是川普希望。不管是中国那边、日本那边、台湾这边，对，大家都要讲完嘛。OK， 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日本他这通电话哈，那个应该川普想要就是说去稳住日本啊，因为他这个就贝森特已经证实了嘛，哈，是美国先川普主动的，那个对那个是先发动这样的一个这个川习通话，而且就是我们那个从日本的新闻哈。他也透露出一些猫腻。我们台湾这个一直就讲说，这个是川普是被动，对不对？习近平主动。那当然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中日的这种对抗里面，中国大陆似乎在示软哈，在向美国求救。那这当然这比较符合这赖清德政府的这样的这种希望哈，但是好像是刚好是颠倒，是最后贝森特出来讲了。那这赖政府这反正就把它当成没有这么一回事哈。那不过这个我比较相信是贝森特讲的。那而且再加上日本的这媒体，他之前他也透露啊，他说这通电话事实上日本知道川普要打这个电话，他们自己已经先露了馅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这个打电话给川普。你东京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现在的中日关系坏到这个样子，北京怎么会跟你讲说，那这个跟你们高市早苗讲啊，我要打电话给川普啊，你小心一点啊，那不会嘛？对。所以如果是东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这个首脑的这个通话，对不对？那一定是美国他发动的。而且我刚刚就在想，贝森特的这番发言会不会后面已经有了一番讨论？就是你起码美方要先表示是谁主动打给谁的，当然，对吧？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共同社，他也证实了，就是说他这通电话事实上，这个虽然木原忍最后讲说没有，这美国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日本克制这个，但是共同社是有信用的这个通讯社，而且共同社还有日本官方的色彩，虽然日本看起来没有官媒哈，对，但是共同社就有一点像日本的新华社一样。那他自己就讲，他说这个现在川普基本上就告示这高市早苗，这中日他不希望中日关系的紧张继续升温，对，而且他也跟高市早苗事实上这也讲了整个台湾问题
在台湾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言上面，你要谨言慎行。所以有一句话说剪不断理还乱哈，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台湾未定论的这件事情啊，刚才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哈。回到您这边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两天看到高市在国会答询这个议员啊，同时是当时问他那个问题的。结果呢，高市的发言确实看起来是比较软了一点啊，也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呢，他又抛出了一个说日本没有立场去评价台湾的地位哈，外界就解读说是想要替中日的关系紧张来降温。可是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反而这个更激怒了北京啊，所以呢，北京就直接搬出啊，说你拿出旧金山合约，我拿波茨坦公告，那也有人说是波茨坦宣言哈。来点名日本，说你日本必须反省，而且撤回你的错误言论。现在变成了一个法理攻防战。对，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两件事情，其实解决了就是在战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归属，大概在这里面就解决掉。可是问题是旧金山宣言的这个第2条的 B 款。里面他只声明了日本放弃台澎这些地方的权利，他没有说要给谁。对哦，那这个就很麻烦。其实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 bug。那对于习来讲，最好的方式是日本在后面的某一个首相，不管是谁，他愿意说，因为他当时是当事方嘛，来说哦，我当时虽然说放弃，我没有讲说要给谁，但是我的意思真的就是给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国。那这个法体系就健全了。可是高市没有选择这样讲，他选择重申了一次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确实放弃，然后这就是战败了。对，战败。那这是从此以后不关我的事，那你们谁拿去我都不在乎。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在川习通话里面习近平的关注，也就是对习来讲或中国来讲最担心的事情是台湾在2战之后没有回归过中国，那台湾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高市的这个提法看起来好像在降温，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打到中方现在他的 concern。对，所以从国际法上来看哈，何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办法用国际法来解决目前中日双方所产生这个你的旧金山合约对抗我的这个波茨坦的公告？还有就是我要问的是，台湾在这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是什么？那事实上，那个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哈，是他在那个松下正金属的学长，那个做个球给他。他们虽然政党不一样，他去做球嘛，但是日本经常就是他们如果要解决这样外交的这个麻烦的时候，那你叫首相撤回去，那这个对日本政治跟首相个人来讲下不了台，对这个打击很大嘛哈。他们通常就是在野党做个球，然后给执政党让你有重新再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哈。那就是说，这野田佳彦他就问到这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高市早苗回答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他应该已经学乖了哈。他上一次在国会哈，这个等于捅了马蜂窝，因为他上台之后，他好多的政策他自己喜欢跳到最前面，然后去解释政策，用这样来凸显自己对政策哈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里那所以他这次很乖，他就是按照日本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权的问题的一种这个就是来自内阁的，应该是内阁的一种统一的这种见解啦，就是战后的台湾澎湖是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其主权归属。它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哈，这民进党喜欢听到哈悬而未决，听到悬而未决，这民进党就跳起来这个拍手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基本上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无权置喙，就是这个问题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不会再讲话。事实也是如此。对，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合约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写说归还给谁，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旧金山合约当时。这个北京跟台北不管哪个中国政府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参加情况之下，他不会写明给谁。就如同日本在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也放弃了这个库页岛啊，也放弃了这个北千岛群岛啊，但是他也没有写说归还给苏联嘛，因为苏联也没有参加嘛。老师，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事？事实上，我觉得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台湾澎湖，然后自己自我否定说这个地方的主权有问题呢？那你现在你中华民国你在统治什么？对不对？就有任何国家可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他挑战。可是你中华民国
不能够挑战。对不对？你不能讲说我希望变成台湾共和国，所以我就挑战。但是你只要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能挑战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法的瑕疵。就现在这个争议啊，现在余波荡漾，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论啊，引发了争议，到现在余波未平。那么一番这个台湾地位，日本也没有立场评论呢，想不到呢，反而更加使得北京炸锅。北京不只是批评这个日本呢是老调重弹呢，而且是直接引用了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来暗示，必要时不需要联合国批准，也可以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外界认为呢，这已经不只是在做外交警告，而是发出了战争级的讯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看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呢，也讨论说要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要发展核威慑啊，引进核武，顿时也让这个东北亚整个瞬间炸锅。日本国内也开始担心啊，这会不会让东亚的军备竞赛正式开始啊？同一时间也看到日本在与那国岛啊部署飞弹，美军呢在岛上呢又设立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美日联手的军火库，这距离台湾呢只有110公里哈，让北京跟莫斯科都警告了，说日本你是在自己给自己招事惹事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与那国岛可能听过，但不知道它距离台湾竟然这么的近，只有110公里。我们平常听到的是石垣岛啊，但是呢与那国岛更近，这简直就是把这个台湾这个最近的地方呢放了飞弹。那这对于不只是中国大陆来讲，还有包括像是北韩呢，也都是深受威胁。所以哈，这个最近听到陆方常常会提到是说，这个军国主义要复辟吗？何老师怎么看它？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前提，也是提出警告，如果你敢复辟军国主义，我就对你不客气，是这样吗？当然，现在日本距离要复辟军国主义还很远那个因为整个日本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事实上也还没有修改嘛哈。然后在和平宪法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保法制，它充其量它只是这个就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美军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它可以驰援美军，这样的而已。那至于就是说，日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改变，他就拿到一个就是说通行证，对不对？自卫队它可以溢出日本的一个范围，然后介入不属于日本的战支，这个在日本的法律上，事实上可能还是做不到。而且这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动用自卫队，对不对？去介入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它经过国会啊。对。那这个国会到时候啊，这个一定的这个吵翻天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千万不要以为哈，这个哎呦，这个只要高市首相一讲哈，我们台湾就安啊。哎，这个台湾这个有日本作为一个这个后盾哈，那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日本事实上当然他很希望就是说跟美国能够核共享，但是日本自己又有一个非核三原则，这样非核三原则本身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日本自己不制造，然后不拥有，这个可能高市也不会去挑战，但是高市唯一要松动的就是让美军重新的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核武再部署到日本，因为事实上，在1972年，这个美国把这个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之前，对美军在琉球基本上那时候是有核武的哈，可是后来因为非核三原则，后来这美军对不对，在日本就不能够再部署核武哈。那事实上不只是日本啊，包括韩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他也跟美国这个提到所谓的核保护伞，对核保护伞，这核共享，那时候是那个Joe Biden 的时候，那时候 Biden 听到这个突然吓醒，所以你想嘛，日本他很清醒，他说没有这回事，韩国有，那为什么日本不能有？而且韩国最近这个被川普已经这个亮了绿灯了嘛，他们可以这个就是说拥有这个核动力潜舰哈，那日本当然也很想有哈，所以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所谓的非核三原则哈，这个他可能会修改，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会全面的修改哈，就是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这个去制造跟拥有核武啦。我觉得说如果要的话，充其量只是就是说重新让这个核武这个就是说由美军这个带到日本，那这个是有可能哈。那不过到时候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美国还是会综合的考量这个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或者是对于美俄关系的影响。那这个是。
主控权还是在方老师的这个美国身上。对啊 ，Ross， 美国部署与那国岛飞弹的这个，它背后的思维是什么？日本要做好它的自卫是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国跟北韩的威胁继续升温，继续上升，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南韩、日本、欧洲，都觉得这些国家长期是依赖美国了，他们要提升他们国防预算、国防投资。武器部署等等是对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你真的不能忽略你的自卫跟国防，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觉得是可以理解。而且刚刚从那个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图哈，就说110公里这么近哈，我看了一下，这航程大概飞机的话，它是2个小时哈，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算是非常短的。那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讲到日本，那也讲到南韩啊，现在韩国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推到海啸第一排，就是这个火线第一前线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在南韩的动作没有停啊，他们最近呢把31架 F-16超级中队就直接部署哈，放在韩国的乌山基地，那等于就是把南韩推到中美对抗的第一线。这个使得南韩的朝野都非常的生气哈，因为他们很担心被推去帮美国挡子弹。那么南韩国防研究院在这个时候也抛出了说，北韩啊，其实南韩最刻意的在意的就是北韩，然后说北韩的核武库预估已经有150枚核弹，甚至可能在2040年冲到400枚，这摆明的就是暗示南韩光是应对北韩就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他突然表态。他说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啊，希望中方当然这个是不是外界解读说是不是希望中方也赶快出来啊，缓和一下这个局势哈？确实，李在明他也强调一点，他说因为现在南北韩之间啊，北韩现在是拒绝沟通的，这没有沟通没有对话，这个后果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担心。所以说，马老师。南韩把这个北韩的核威胁摆到最大，他也很担心自己被推到第一线哈。那可是第一个问题，南韩有决定权吗？我想他自己在这个美韩同盟的架构底下，他连这个指挥权都还在跟美国有一下 argue 他大概很难有完全自己的指挥权。不过就南韩的意愿来看，其实他们真的不太关心抗中这个议题，不是这么关心，他们最关心还是北韩问题。对，那北韩问题当时的6方会谈，那其中就是南北韩扣除之外的4方，因为俄国已经跟北韩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了，那其实他能够找的就是剩下3方。那其实韩日之间，因为有很多历史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有互信，所以他只剩下美中可以找。那美国当然是挺南韩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北韩的核威慑能力变得很高，然后它的 ICBM 在跟俄国合作之后，这个进步的速度很快，它的确对南韩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我认为因为李在明上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就是单这个依赖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其实他创造了跟中国合作的空间。在这里面11月1号就是在 APEC 期间，他们两边的这个谈，其实讲的合作的东西非常的多，搬不走的邻国。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韩国的选择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他没有兴趣在美中之间做选边，他最在乎的是北韩对他的威胁。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后门，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存在一个合作的空间，就在11月1号开启的，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南韩也试图在中美的对抗中间找到一个可以，也许有时候过来一点，也许有时候过去一点啊，找到一个平衡点。可是反观台湾这边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是政府突然宣布要砸下400亿美元啊，折合台币大约是1.25兆，要打造什么呢？台湾之盾。当然，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特别预算啊。那这个预算当中包括哪些项目呢？像是跟美国采购新武器，还有呢，建设无人机、飞弹这些非对称战力。然后最重要是提升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当然，这个也大家这样想是说，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哈，这个像是军购压力啊，那会不会？那这个赖清德总统呢是回应说，这笔预算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如果把这几件事情都拉开来看啊，
好像一步又一步的，大家都有一个步骤，像堆叠起来的，是安排好的是吗？美国我刚刚说了，美国不管是南韩、日本、台湾、欧洲，美国都希望这些国家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跟投资，这个是很多美国总统的长期的主张，这不是从川普1.0或川普2.0才开始这样讲了，连左派的拜登跟奥巴马也是这样讲，谁执政都一样，这都是希望，而且不是因为美国军火上赚钱的理由，是真的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就是国防投资是不够的。但是赖清德总统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他也要印太地区，我觉得他的责任，他是负责台湾的国家安全，他不是负责整个印太地区的。对他讲到说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对这个部分我不是很了解，因为他真的要说，就是为了我认为他应该要说，就是为了台湾，我要证明给不管是美国、日本，其他的国家，我们对保护台湾的决心，这个跟印太地区是无关。尤其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一点都不在乎，完全都不站在台湾的立场，而他们常常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你讲整个印太地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应该要说是为了好好保护台湾，我们该做这个大投资了。对你刚刚提到东南亚国家，大概也只有当中的菲律宾是比较在符合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啊。那现在看到像是日本啦，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然后呢像台湾啊，再往南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啊，但其他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而配合他们。所以从7月7号开始啊，就是高市早苗国会言论台湾言论之后，哪有东南亚国家有站在他的立场？那虽然新加坡总理黄总理他有出来说，其实我们东南亚国家很多这个历史，二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在讲，我们已经开始跟日本做好朋友啊，交流等等了。所以，但是他们也没有明确站在日本的立场，或明确批评中国大陆。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看哈，因为符合美方的战略考量，但是究竟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俄乌目前的现况。